我们都知道1947年228发生嘛，台湾发生228事件。那隔年我出生，我是1948年出生的，1949年5月24日台湾开始戒严，那所以说我是在我的生命历程来说，我的前半段是在戒严下长大成长的，那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都知道，透过当时的教育体制里面，还有政治氛围，使得我们在台湾的不管是文学啦，或者是文化的成长是被压抑的，那我初中、高中都是读高雄中学，高雄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中学，也是一个在台湾也是算很好的学校啊。那我在高中时代开始喜欢文学，那开始习作，写一些不成熟的追求流行的诗作。但是因为我大学是到台中去念医学院，刚好律师社的那些在主要的前辈诗人就是在台中，他们都住在台中，然后办一本叫做《斗笠》的历诗刊杂志。那他这本诗刊很吸引我，因为它是用斗笠来命名，它不是命名皇冠。另外一点就是它的成员是大部分重要的成员就是花旗人，都是日治时代末期的这个台湾作家。他们经过日治时代的这语言的转换以后，很多诗人，这是那一代就是差不多要经过10年的努力才能够转换语言成功。那我很幸运接触到这些，刚才我稍微谈到，就是像陈千武啦、林登泰、景仁这些前辈人，所以就在我在他们的这个影响之下，我透过从他们身上知道了除了诗文学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以外，我也有点传承到他们这个台湾人的这一种过去受日本统治，然后到虽然战后表面上是说所谓回归祖国，但是并没有得到一种很好的这种对待，所以当时律师社的同仁的作品都是比较现实性比较强的，而带有批判性的，所以我就跟他们在一起的话，我当然受到很大的影响，以后慢慢走出我自己的路。那我记得当时我写的这个国啦，或者是那些比较早期的第一本诗集、第二本诗集国，还有一些绝史，各位可能也不知道那首绝史这绝史那种诗也是很这个思想很锐利的一种对当时一种批判所以可以说我的整个诗的精神或者我的诗的历程，就是从现实出发，所以我才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然后我对于所谓不公不义的那一种批判性的，好像不像写不行。那又经历过好几个这个政治案件像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刚好我是在高雄市立院服务，发生的地点就在我院的旁边我也在现场另外像当时也发生这个余登花事件他就是被诬陷的被诬陷的当时国民党政府就利用一个吴泰安的这个所谓匪谍，当他把他诬陷他是知悔不报所以把他判刑这样。然后当时已经可以在法庭上辩论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有名的记者就是江春乃先生，以前笔名叫做司马文武。司马文武，他在当庭在听到那个辩护以后，他心情非常的沉重，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那种感想出来，我看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其实我的那个欢俗就是从那边引申出来的，所以我才后面有说
对于这些从前我都忍耐着，又暗暗变态自己的命运，哎，谁让我是一条番薯，人见人爱的番薯，但现在不行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沉默，我要站出来说话，以番薯的立场说话，不管你愿不愿听，我要说，对着广阔的田野大声说，请不要那样对待我啊，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这个是非常很强烈的一种，可以说本土或者是台湾意识的一个呈现。所以那个等于是我的诗，除了是对个人的这种生命的追求探索以外，一大部分我是在看随着他个人的成长，还有这个时代的那种呼吸、那种脉络、那种脉动，我把它认为可以化成诗的，我都尽量的把它吸收以后，把它转化为诗。所以可以说我的诗的历程很主要的就是这样，也就是这一次谢大使和用这个题目诗抵抗认同，刚好是可以说是100%跟我的诗的历程是非常契合的。但是我刚才也谈过，诗其实是没有办法改变什么的。刚才你的引言里面有谈到说，诗如果发生在都发生的事件，要写诗是很那个很不，就是说很不行的那种话哈。但是独裁者会死亡，诗不会死亡，诗会留下来。所以诗是在那种我刚才也稍微谈的，就是说诗在那种情况下，我《番薯之歌》的后3/4是在写美丽岛事件前后的氛围，还有为那些追求台湾民主的那些受难者而写的那些作品。他们在狱中来读到这作品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感动，你可以想象。所以像这个王拓、常青树啦，这个纪万生啊、戴占料等等很多那些司法部分的受难人，他们在心中都下了一个愿望，说我出来，我一定要赶快去找郑九梅一次，因为有的不认识我，有的不认识我。但是在那种很孤寂的环境下，你在那边监狱里面，在捧读我的诗集的时候，那一种心情，我觉得我们外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就是这样。这个蒋必兄，我跟你讲吼，我拄啊一开始即这个引这个阿多诺的这首诗吼，其实一个简单的背景就是讲吼，德国人吼是从这个大概到了18、19世纪吼，对自己的信心，其实德意志民族了哈，对自己的信心，你看这么多的音乐家，这么多的哲学家，这么多的文学家，德国人对因家己的这个作为一个文化德意志民族哈，那个骄傲跟自信是非常强烈啊。结果这样的一个这么有自信、以文化民族自居的这个德意志民族，近年竟然没有办法抵挡12年纳粹的就野兽般的野蛮行为啊，所以那个是极大的失望，就是说原来是可以期待啊，诗作为这个整体文化文学的结晶，所以也是一个巨大的失望。那后面就是说，他对于诗啊是有极高的崇敬。有这个寄望啦，结果还是没有挡住，所以一对诗的这个失望就反过来变成说，那安内吼，经过了奥斯维兹，我们知道那个是纳粹最大的集中营，在里面人是最多的。在发生这种纳粹那个对犹太大屠杀之后，还有人写诗，这个就说你把它变回来，你还有这个心情写诗。你就是一个野蛮人，但是这一来电哦，这个愤怒啊，在接下来的10几年里面，他后来自己慢慢修正了。所以德国人对这一句话这是在有关于诗的一句话哈，在整个德文文化文学讨论里面哦，这一句话哈无出其右，它产生了影响。好，所以我是从这个地方哈来讲，你讲诗
到底能够改变多少？你看，光它可以给绝望中的人带来希望，它可以给黑暗中的人带来一个隧道那一头的亮光。哦，廖义武，我知影你甲伊嘛是脸书上的朋友，我知影你常常甲伊之间有一些交往，伊嘛是安尼啊，伊嘛是讲伊伫这个坐监的时阵，伊当初有读到这个德国这 Herta Müller 这位罗马尼亚德意志的这个下的文章修说甲诗，这个给人心哦非常大的鼓舞。诗可以改变很多，所以我本来以前我一直要，尤其我在写你那个狗的评论料哈，我就一直要在想，我跟你讲，叫做失之毫厘啊，差之千里。诗啊，有失之毫厘都可以差之千里，它可以改变很大。但那个，我觉得那个你都嘛讲这个诗抵抗认同，这里面那个等于就是它充满在整个这一个历史社以来到今仔日，其实台湾的困境，讲实在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困境嘛。这个实在，这个是认同跟对抗，同时我们要抵抗，我们得双面作战。你知道我的意思嘛？我们双面作战嘛。一方面是中国的这个赤红，另外一面就是咱内底跟赤红遥相呼应，甚至于就是眉来眼去那这里面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国家的认同跟土地认同就被冲刷掉嘛。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我感觉用诗写诗还是讲讨论诗来，这是一条很好，它可能比较慢，但是它的影响会非常的巨大。因为一个诗人如果他的作品里面没有含有抵抗的精神我认为他就不是一个清醒的诗人。是啊，你一定要有抵抗的精神。他抵抗不是说叫你要拿刀拿枪是怎么样，这种思想的抵抗，思想的抵抗那个力量才更大。我是这么认为。是，这是留下就是留下火种，真的是留下火种。所以我认为读了你们或者像你是1949嘛，我1955，其实也是差5-6年而已，我们某种程度也是剩1倍嘛。我就在想，那个火种这个概念，你下一类诗留下记录，也同时留下火种。所以我就想说，读了你们诗的人都是带种的人他带着什么种？带着那个火种。这个是能够让台湾度过38年戒严你看经过有多少的，你都要讲1980年228林磊雄主生命案对双胞胎另外大女儿也差点，其实是隔年呢，陈文成命案刚好隔1年5个月，1981年7月陈文成命案，3年以后1984年江南命案，你看嘛，所有的这一些然后还有这个郑南榕1988年自焚所以都已经解严了所以这条路很坎坷，但是有这个火种在带引，让各个不同的角落了这个台湾做一个能够用用诗，台湾可以用诗来疗伤可以用诗来可以抵抗，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起心动念我伫德国离开台湾几样年嘛起心动念对着台湾台湾伫这个国际内底所受到的打压有影咱台语讲出骨拍灯连都用是真的有这样的强烈的感觉，有这样强烈的感觉。